自西周末期，申侯因犬戎攻入京师，害死周幽王、拥立平王，使其有弑父之嫌起。周天子在诸侯之间的威望变成雪崩式暴跌。其间，各诸侯国势力逐渐强大，相互攻伐，局势已经失控。为了保住王室，平王不得不东迁，使周王室只拥有一小块地盘保留。至此，战火延绵近1000年的春秋战国时代正式拉开序幕。在之前一期的视频评论区中，有位好同志总结了春秋战国的总体核心，即各国都在往死里提升自身的军事潜力，不断优化和进行改革。到了现有体制改革改无可改的尴尬地步之后，秦最终卷出了在当时最畸形但却最符合战争需要的政体与施政方针，也就是把整个国家改造成了一支军队之后，终于得以一扫六合，然后暴毙。总之，纵观整个春秋战国时代，无愧于中国古代军事，尤其是后秦动员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毕竟，打仗的核心是打仗，而打仗的前提就是国富。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因而，春秋时期的军事后勤进步史，就是各个国家的改革历史。所以，我们就有必要重点提一下春秋前期最具启发性的改革者——风俗业鼻祖齐相管仲。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缔造者，管仲在提升齐军战斗力与后勤能力上的贡献是卓越的。对于后人来说，他的思想改革的核心就是精确化和效率化。比如向地而衰征政策，这套政策一改往常只按照土地面积恒定赋税的思路，改为按照土地的贫瘠程度来恒定征收农业税的具体数目。这套精确计算的思想，对于提升效率有极大的推进意义，也是当今各路施政方针都在追求精确化、数据化的原始起点。吃饱之后便是穿。在这套思想的涵盖范围之下，管仲还大力发展工商经济，并针对齐国近海多产盐铁，都是上到战争所需，下到民生发展的必需物资的优势，通过提升对于盐铁的开采力度和规定制度流程规范，迅速为齐王积累了财富，为其后桓公、九合诸侯创造了强有力的经济条件。不仅如此，解决吃与穿之后，为了进一步提高战争潜力，进一步优化战争资源，他还推出了工商经济生产与服兵役分离的社会分工政策。这套政策将全国分为21个乡，其中6个专攻工商，15个集中务农。务农农乡负责耕地和出兵，工商之乡专务本业，不用服兵役。虽然你不用服兵役，但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得在你的本业上往死里搞生产，只要累不死，就要往死里干。可谓是士农之乡务农习武，工商之乡专务本业，前面战死，后面累死，量无轻重，死国可乎？死国矣。管仲的执政思路为后续各国的施政方针奠定了样板。继齐国之后，晋做爱田，做周兵；鲁实行出税亩，做丘甲；楚量入修复；魏尽地利之教等，都可以说是在其执政思路之下的延伸，其目的也非常明确，这就是体系化思维在中国后勤史上的首次出现。因为从体系的角度出发，自打仗起，人多就是双刃剑，只要后勤跟不上，军费不够用，庞大的部队就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为灾难的祸根。所以在已有的鼓励务农以增加人口的基础上，如何在不进一步压榨农人的前提之下筹措军费，就成了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压榨工商。因为天下大乱，各国关卡林立，商贸作为必要的流通手段，自然而然会成为重要的营生，商人的敛财速度自然也就起飞。然后紧接着官员们也会跟进，或征收士租，或征收关税赋税，乃至出入者付之，以便宜治利，未租皆入于莫服，为士卒费。不过从效率上讲，这么搞本身依然面临一个多一层折转、多一层火耗的问题。所以本着 P2P 是最直接也是最大利润来源的核心思想，基于管项盐铁专卖的对必需品实行专营的商贸体系，依然是各国最核心的资金来源之一。所以一波运营下来，有了人，有了粮，有了钱，自然而然的就可以提升装备的性能。这就是管仲的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思想。各诸侯国在千年时光之中，对兵器的制造材料和工艺已经卷到了极致，以至于卷到后面还在形制上卷起了心思。其中最有革命性的，莫过于楚缪氏以公使之师不足以为天下，乃横弓铸壁，失机而扩，加之以利。晋弩之使
以及自春秋战国时期因生产力发展而逐渐开始拓展使用范围的裹漆皮甲。漆工艺自新石器时代便已出现，它的特殊性质可以在不极度增重皮甲重量的前提之下，大幅度提升防御性能，使刀剑难入，攻使亦难。弩与漆皮甲的出现，令中原王朝得以在其后对诸外族的战争之中保持火力与防护优势数千年之久，影响莫大，更是为许多材料相对匮乏之地区和势力提供了宝贵的指导思路。如古日本就通过各种扎绳工艺，将漆皮甲一直沿用至战国时代。其他地区一同，可以说是借武器概念与代差优势导致不对称战争的起始一不为过。而兵壮前有粮足气力，然后就要考虑怎么把兵力投送至战场。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出于军队征战运输之需要，都很重视发展交通，改善运输装备。陆路交通上，中原诸国大部修有纵横交错的五道，齐晋、秦郑之间就有五道相通。这些道路状况良好。古书载，从郑至梁不过100里，从陈至梁200余里，马驰人驱，不带卷而至。而水路方面，长江、淮河、黄河体系能用的都被拿来使用。吴国为称霸中原，便利北上军事运输，开凿了通往宋、鲁的运河，可从东南溯水而上至黄河水系。西南水路也很发达，从蜀地3000余里不至10日而据，蜀中之甲5日而至郡，汉中之甲4日而至吴主。道路的发展对运输工具的运力也提出了改进需求。至战国时期，车的载重已可任50担之重，舟船也从原木掏空而制成的原始 boat 发展为可一次载50人以及3个月粮食的运输大船，这有力保障了力量的投送。这里既然提到了车，就给各位稍微拓展一嘴。我们经常在古书中看到千乘之国这个概念，然后有的小同志可能会很直观的理解为一个乘就是一辆车3个人的配置，千乘就是指这支军队有3000人的战车部队编制你这个想法其实是错的。以春秋时期的战车部队乘的编制为例，每个乘除战车1辆、车卒3人之外，其实还有步兵75个、重车1辆、炊事员10个、装具守护和革甲修葺5个、挽马的饲养员以及碗具修理员5个，负责砍柴的、取水的、修理战车的5个，即25个人的后勤编制在内。也就是说，一个乘人数至少在100以上。战车这种较为笨重但作用非常多的载具，至少我们的老祖宗是早就知道，他作战的时候是需要步兵遂行才能发挥作战效能的。纯粹的车辆部队不适合，也不可能进行大规模作战。毕竟他们在优点明显的同时，弱点也实在是过于突出了。应该不会有指挥官们组织纯机械化部队进行突进吧？不会吧？不会吧？匡正过这个编制之后，我们也可以发现，此时各国军队虽然还没有独立的大型后勤保障编制，但是在每个小型编制中已经配置了后勤保障人员。这说明常年的战争已经为各国的将领锻炼出了成熟的维护保障意识，不仅吃喝维护，医疗也是一样。春秋时代，各国军队都已经尽可能的把将领士兵的尸体运回国内安葬。若军人被创，即给医药，使仅视之，医不计治事，编之；而伤甚者，令归治，并加赡养，与医给药，赐酒日2升，肉2斤。这些非常具体的记载，都表明了各国军队对于受伤与阵亡兵士的足够重视。这既有利于提升战斗力，保存有生力量，也可以极大的稳固军心，甚至认为此监军全国之道也。这一整套运营体系都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诞生并逐渐成熟起来的后勤保障思想。虽然以现在的角度来说，他们都很基本，但众所周知，常识就是通过不断积累铸就的。在长久的战争之中，人们通过血的教训来凝练思想，提取文字，并在其后不断修缮填补，并加之以礼乐残片的粉饰。但是随着诸国争霸的不断加剧，至春秋末期，战争模式已经迎来变革的前夜。至此，历史风云激荡交替之时，一部事无二出的军事著作应运而生，将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精炼并提纯，成为了日后几乎所有军事乃至商业行动的完美之道。而它的出现又将为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呢？